今天给兄弟们带来一部2025越南恐怖电影《阿康》。友情提示：影片过于重口味，千万别在吃饭的时候观看。故事发生在越南的一个小村庄。相传在多年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名叫苍白陛下的恶魔。为了得到永生，恶魔与村里的一户人家达成了协议。他向对方承诺，只要等他成神之后，就能保证他家以后大富大贵。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份协议中还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导致他和他的后代因此受到了诅咒。每个人会变得极其的贪婪，并且成为了恶魔屠杀的共犯，世世代代都被恶魔掌控。一旦被控制，双眼就会变成红色，内心也会无条件的服从恶魔的指令，即使要求将自己的女儿献给恶魔当祭品，也会毫不犹豫的答应。可后代子孙中也有人尝试过反抗恶魔，但终究敌不过恶魔的力量。为了保证后代子孙不再受到恶魔的伤害，家族决定用圣铜打造一个攻击护身符，这样恶魔就无法再靠近他们。然而还是没能逃脱被恶魔掌控的命运，因此每10年必须献祭出一个女孩给苍白陛下，才能保证家族的平安。这天夜里，家族的太太诞下了一名女婴，家里人给她取名阿甘。可阿甘一出生，因为长相丑陋遭到了其他人的嫌弃，就连自己的父亲也不想多看他一眼。时间来到了10年后，阿甘虽然长相丑陋，但是心地善良，看到姐姐阿星没有摸到鱼，于是偷偷将自己竹篓里的劳动成果全给了阿星。然而回家后，母亲看到阿甘空荡荡的竹篓，十分气愤地开始指责他。即使阿星把真相告诉了父亲，可父亲却丝毫不在意，还是一味地偏袒阿星。母亲看到父亲的态度后，更是变本加厉。tối nay tao sẽ không cho mày ăn cơm luôn. Người đâu? Đem thóc với gạo ra đây cho tao. Ngày hôm nay mày phải lựa cho xong bữa thóc và gạo này thì mày mới được ăn cơm, nhớ chưa? Thóc cho là thóc, gạo cho là gạo, thóc cho là thóc. Thóc nè, gạo nè, mày lựa cho xong đi rồi ăn cơm. 最后只留下阿甘一人默默的承受。阿甘如此不受待见，完全是因为自己的长相。此时另一边的村民发现河里的鱼虾莫名死亡，就连家里的牛羊也跟着莫名死去。阿甘的父亲干爹作为一村之长，他向大家保证一定会仔细调查这件事情。回到家后，干爹准备就寝，突然身边出现一个满脸沾血的鬼魂。好在一切都只是个噩梦，可他却发现已经去世的父亲跪在祭坛前。Gần lại hiến sinh, chớ hề được quên. 说完后，父亲当着自己的面选择了自尽。干爹意识到这是苍白陛下提醒他开始准备祭品，下一秒死去的父亲消失在自己的眼前。此时的干爹双眼发红，脖子上挂着的攻击护身符也发起了亮光。虽然保护了干爹不让恶魔靠近他，可10年一次的祭祀依旧不能停。到了夜晚时分，干爹家的一个女仆正在井里打水，可发现打上来的水竟如同鲜血一般。下一秒灯光全部熄灭，随着一声尖叫，女仆昏迷了过去。等她再次醒来时，已经被干爹叫人绑了起来。她便是这次祭祀的祭品。Mong Bạch Lão nhận cô gái này để làng con được bình yên。话音刚落，身边的仆人个个感到身体不适，开始恶心干呕。这时苍白陛下开始将女仆慢慢吞噬。女仆的母亲在第2天得知消息后痛不欲生，从此变得疯疯癫癫。这天干爹带回一个叫阿宝的小男孩，专门接替女仆照顾2个女儿。阿甘看到阿宝瞬间低下了头，不想被阿宝看到他丑陋的一面。细心的阿宝连忙安慰他，表示更丑的人他都见过，阿甘这点根本不算什么。2人逐渐成为了好朋友。阿宝就像兄长一样护着阿甘，不论是干爹的打骂，还是犯错被关禁闭，阿甘总会陪着他。很快又过了10年，2个小女孩都已长大成人，阿星越发的亭亭玉立，而阿甘却还是那样，出门都得戴着面罩。这天母亲带着女儿和仆人去庙里烧香，回家的路上却遭遇了几名劫匪。当他们看到阿甘的长相后，纷纷开始嘲笑。然而看到长相俏丽的阿星时，便起了歹心。突然一个劫匪的脑门被一支弓箭射中，母亲和女孩们赶紧趁机逃跑。原来帮助他们的正是当地的皇太子。回家后，干爹得知他们遇险后，便对阿星关爱有加，并将唯一一个攻击护身符给了阿星，还叮嘱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摘下，这让母亲看了都有些吃醋。这时阿甘想问干爹拿点药膏，可干爹却置之不理。一旁的母亲见状，直接把气撒在了阿甘的身上，责怪阿甘是个扫把星。阿星想要替阿甘解围，却被干爹拦了下来，还命令母亲好好教育一下阿甘。晚上阿星看着阿甘满是伤痕的后背，对此非常的心疼，也很自责。心情失落的阿甘常常会坐在河边发呆，阿宝也会非常有耐心的陪伴着他。另一边的干爹正在准备10年一次的祭祀，突然看到屋内出现2个曾经作为祭品的鬼，干爹赶紧跑进屋内一探究竟，可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任何身影。然而就在下一秒，鬼魂早已爬上了干爹的肩膀。
就在干爹实在撑不住要倒地之时，阿甘来到了他的身边。可当干爹看到阿甘的脸时，却误以为是鬼魂，于是紧紧掐住阿甘的脖子。好在母亲及时出现，将干爹唤醒，阿甘这才幸运的逃过了一劫。晚上，干爹父亲的鬼魂再一次出现，提醒他10年一次的祭祀即将到来，让他赶紧准备好今年的祭品。很快，祭祀典礼正式开始。今年举办的非常热闹，阿星带着阿甘来到集市上游玩。这时，阿宝邀请阿甘和他一起荡秋千，阿甘并没有拒绝。两人在众人的欢呼下也非常享受这种感觉。阿宝一个没忍住亲了阿甘一口，吓得阿甘直接从秋千上掉了下来，他的面纱也不慎掉落。当大家看到他真实的容貌后，认出了她就是村长家的丑女儿，纷纷开始指责她的长相。Tao tưởng tao xấu nhất rồi mà mày còn giành luôn cái nhất của tao là sao vậy? Thôi, thành thần thụ nhỏ thôi, câu này nó xấu quá. 众人全部都在驱赶阿甘离开，受尽屈辱的阿甘再也无法忍受，迅速逃出了人群。另一边，干爹特意召集了一群外地人来完成仪式，随后还叫女仆给阿甘送去了沐浴用的香料，特意叮嘱阿甘一定要在仪式结束后使用，可以彻底的净化心灵。阿甘听闻是父亲的安排，内心非常的开心，这是父亲第一次对他的关心。到了晚上，阿甘刚好沐浴完，房门突然被仆人直接推开，阿甘看到阿宝被绑了起来，干爹气愤地走进来，表示阿宝忘恩负义，一个仆人竟然妄想和他的女儿在一起，如果被传出去会让他的颜面丢尽，现在只能杀了阿宝才能平息此事。阿甘请求父亲放过阿宝，他可以替阿宝接受惩罚。殊不知这正是干爹真正的意图，他想让阿甘成为今年的祭品，来换取整个村庄10年的安宁。干爹见阿甘犹豫不决，于是拿出匕首架在了阿宝的脖子上，他给了阿甘2个选项，要么杀死阿宝，要么主动去当祭品代替阿宝的死。阿甘从出生到现在一直被大家嫌弃，活着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他思考一会儿后，哭着向阿爹表示同意去当祭品。等到阿星回来后，发现阿甘已经不见踪影，他开始四处寻找阿甘，不料途中被恶魔撞见。恶魔看到阿星的身体后非常满意，想要得到他换取自己永葆青春。可当恶魔想要抚摸阿星时，却被随身携带的攻击护身符所伤，恶魔的手掌直接被烧焦。阿星则趁机迅速逃离。另一边，干爹已经将阿甘绑了起来，准备将他献祭给苍白陛下。这时，阿甘看到阿宝走了过来，误以为干爹会伤害他，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干爹和阿宝的计划。原来干爹膝下只有2个女儿，为了让这个家族有1名男性继承人，他决定收养阿宝做他的干儿子，但提前是他需要用美男计引诱阿甘，让阿甘最后心甘情愿的做祭品。得知真相的阿甘心灰意冷。随后祭祀仪式正式开始，苍白陛下来到了阿甘的身边，阿宝见状吓得直接撒腿就跑，干爹也不忍目睹现场，选择了离开。然而苍白陛下看穿了阿甘是个苦命人，于是决定和他做个交易，随后附身在他的身体里，让他可以去为自己讨回公道。阿甘就这样正式重生，但此刻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心地善良的阿甘。在路过河边时，被一对夫妻认出，他们对着阿甘一顿辱骂，责怪他长得恐怖还要出来吓人。没想到阿甘直接双眼发红，死死盯着2人，最后直接用鱼叉刺死了他们，接着撕下了女人的脸皮贴在了他的脸上。干爹很快就得知了有人被害的消息，就在这时，仆人在外面呼喊着阿甘回来的消息。干爹感到非常的震惊，随即第一个跑出去查看。母亲虽然平日总是打骂阿甘，但一夜未归还是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母亲见到阿甘后，发现他脸上的疤痕似乎发生了变化。干爹意识到眼前的阿甘并不是真正的阿甘，内心开始感到十分害怕。另一边，阿星还在询问阿宝是否知道阿甘的下落，他支支吾吾地表示再也见不到阿甘了。就在这时，阿甘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身后。阿宝见到阿甘死而复生后，直接吓到腿软，无法面对阿甘的他连忙跑走。当被苍白陛下附身的阿甘看到阿星这具完美的身体后，又忍不住想要上前抚摸他，好在有攻击护身符的保佑，苍白陛下再一次被烫伤了手掌。到了晚上，又发现村里死了人，而且脸皮都被撕了下来。干爹心里明白这些都是阿甘做的，然而他却对外谎称这是野兽袭击事件。另一边，皇子在上次英雄救美中深深被阿星所吸引，但却不知对方的具体地址。不过当时阿星由于过于慌张掉了一只鞋子，于是皇子下令所有村里的适龄女性过来试鞋，最后阿星的脚与鞋子完美契合，就这样阿星成功当上了皇妃。而阿甘这边为了收集更多的脸皮，又杀死了2个女人。之后的几天，村里不断会有村民死亡，而且都被撕了脸皮。阿宝担心早晚有一天会轮到自己，于是晚上收拾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准备跑路。可刚出门就看到村里到处都是血淋淋的尸体，而阿甘早已在此等候多时。尽管阿宝跪在阿甘面前苦苦哀求，但显然已经为时已晚，阿宝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最后阿宝的脸皮也被活生生的撕了下来，等他贴到自己脸上后，一张完整且美丽的脸蛋就此诞生。阿甘开始将村里那些曾经辱骂过他的人全部杀死，最后回到了家里找到了自己的父亲。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干爹依然没有悔过之心，
还责怪阿甘从出生起就是个累赘。阿甘当然不会放过干爹，最后在苍白陛下的力量驱使下，干爹用匕首刺入了自己的脖子里。等到母亲回到家后，发现干爹已经没了呼吸。他回想着生产阿甘的那一天，当初拼了命的生下他，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怪物。这时阿甘来到了母亲的面前，母亲气愤地对着阿甘表示，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将你生下。阿甘则将米和康倒在母亲的面前，让他也体验一次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痛苦。最后母亲彻底成了一个疯子。阿星得知父亲的死讯，便回到了家里，也知道了阿甘所做的一切。现在的这个家只能靠他来拯救，他必须要和苍白陛下做一个了断。于是来到了献祭祭品的地方，身上的护身符让他感应到了之前发生的一切，也得知了苍白陛下害死了无数村民。这时阿甘从水里浮现出来，两人迅速扭打成了一团。苍白陛下早就看上了阿星的身体，他势必要得到他的身躯。两个人互相掐着脖子，谁也不肯认输。阿星在攻击护身符的保护下，让苍白陛下对他的伤害大大减小。Mày không phải là cá, mày là bạch lão. Ôi bra, yên tâm. Mày không phải là cá. Chị Tâm ơi, thầy yêu em. Chị Tâm biết không làm đau em. Mình làm gì vậy? 阿星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保护好妹妹，让她承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在阿甘不断的恳求下，阿星将脖子上的攻击护身符摘了下来。他不想阿甘再受到折磨，失去了攻击护身符的庇佑，阿甘迅速爬到了阿星的身上。Tao sẽ lấy da của mày. Lấy da của mày. Tao sẽ sống trong thân xác của mày, trẻ mãi không già. Trường sinh bất lão. 苍白陛下如愿得到了阿星的身体。第二天，皇子找到了这里，他将被附身的阿星带了回去。然而回去后发现对方已然不是原来的阿星。Ta đặc biệt chuẩn bị món ăn thích này. Cái mùi của nó khó chịu lắm. Điện hạ mau đem đi đi. Now it's time to eat soft ice cream. Adore. 最终，皇子决定处决阿星。他拿出那个被丢弃的攻击护身符，在护身符的帮助下，成功杀死了苍白陛下。阿星也终于可以安息。好了，以上就是2025越南恐怖电影《阿康》的全部内容。整体来看，影片的剧情还算可以，就是时长有点过长，还有特效和场景设计相对简单，没有太多的惊艳的视觉效果。不过有着不少血腥重口味的镜头，好这口的兄弟可以看看原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